大家好久不见，又要来拍准备考试的系列了。那给大家看一下 Immunology Midterm 倒数9天，下周开始就会迎来期中考，然后是连续3个星期都有考试，就是下周是考 Immunology 免疫学，隔一周 Parasitology 寄生虫学，然后再隔一周 Biostatistics 生物统计，大概星期前考这个微生物免疫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课表，第一次期中考前面全部都是 Immunology， 之后呢就是 Microbiology 的部分，然后基本上就用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把所有的 Immunology 的范围上完了。刚好今天就是宿舍也发期中夜点，得证了培乌龙，为什么奶油甜甜圈，刚好去买欧趴给学弟。我还记得我之前刚来台湾的时候收到就觉得很兴奋，然后第一次听到欧趴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欧趴，后来就是原来就是一些类似饼干、糖果啊之类的东西，然后一个小祝福这样，我觉得还蛮温暖的。大家早安，我现在在这个台大的癌症医学中心，过来这边做这个临床随行。台大癌医中心是台大医院的其中一个分院，2018年的时候才开始营运的，所以还算是蛮新的。然后我之前好几次经过，然后看到那个建筑物感觉就很新，但是其实都没进去过，所以今天还蛮期待的。然后现在就要进去就准备随行。嗨，大家，我这边刚刚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们就跟了一位核子医学部的主治医师，然后去看了一下他们核子医学部平常日常的工作都在做些什么。核子医学部跟影像医学部其实不太一样，就是影像医学部可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像是X-ray 或是 CT scan， 通过仪器会放出这个放射线，然后照射到人体里面，然后去做一个成像来判断组织有没有什么异常，然后做一个临床诊断这样。但是核子医学部的话，它是通过像静脉注射或者是口服一些辐射性的药物，然后通过这些 radioactive substances， 可能是 radioisotopes， 在人体里面它去放射出的这个放射线来去做一个成像。主要在做的有2个，一个是 PET， 就是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正子的造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SPECT 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就是单光子造影。核子医学部这边他们比较大众常常在做的应该是可能就是去判断一些癌症的转移，帮他们做一个分期，就是比如说 TNM staging。一般上像做 CT scan， 它可能5分钟之内可能就照完了，但像核子医学部的造影的话，它可能就是先要注射药物，然后可能要等个3个小时，然后之后呢，等到那个药物进入到身体各个部分之后，然后再来做造影，可能也要大概半个小时这样吧。然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好像做 PET 要躺在那边半个小时，然后对那个辐射线的 exposure 会很强这样子。但其实这个放射线的强度是取决于注射进去的药物
的这个剂量，而不是他躺在那边做这个噪音的时间。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临床随行虽然没有说很长的时间，但还是蛮有趣的吧。然后也了解到，就是在癌这边，其实除了产科和儿科之外，其实其他的一般科别都是有的。但可能大部分的病人属性还是癌症病人会比较多一些，对。然后基本上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然后呢，我等一下下午有课，然后就要继续去准备下周的考试。那大概就是和大家分享到这边啦，拜拜。今天周六，然后来跑台大的这个校园马拉松，然后其实有一点微微的飘雨，然后反正我就是来玩玩的，然后就跑完就好，5公里，跑的时候要小心这样，然后希望雨很快就会停。嘿，大家，我跑完了。然后刚刚在中间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一滩水，我鞋子都湿透了，但跑完还是很有满足感。然后第一次参加台大路跑，就这样子结束啦，然后差不多要回去读免疫了。嗨，大家，现在已经是凌晨，其实我不想那么晚睡，但快读不完了，所以没办法。今天早上跑完马拉松之后，其实一直都在念immunology， 然后现在就是差不多要睡了嘛，我睡前就来就是背一下寄生虫的一些学名，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比较常会用中文的 common name，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写英文学名。就比如说像大家最熟悉的这个蛔虫好了，那上课时老师都会讲蛔虫嘛，但我们考试的时候要写这个 Ascaris lumbricoides。 虽然我的免疫学还没有读完，但是寄生虫也得开始背，不然到时候会来不及。然后那我现在就赶快背一背，然后就去睡觉了，大家晚安。看我这睡眼惺忪的样子，现在其实已经又是接近快2点半了。我其实今天下午上完课就一直在读书，然后因为有点紧张，所以没有什么录音。我现在就是马上就去睡觉，然后明天还要早起，要过去医学院。那就先跟大家说个晚安，拜拜。大家早安。现在是差不多早上接近6点半吧，然后不知道大家看到吗？就是其实太阳已经出来了，然后蛮晒了，感觉已经快进入夏天了，然后天气都蛮热的。给大家看一下，刚好今天穿的是这个去年的台大医学系的戏服，叫做医者之卵，就是未来医师的意思。大家好，我已经到医学院了，然后已经遇到好像不止一位同学了，还没有7点哦，怎么大家会那么早？可能是同学吧。反正我现在刚吃了早餐，还有大概少了2个小时可以用，就做一下最后的准备。嗨，大家，我考完免疫学了。今天早上就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就现在打开新闻都是就是台湾应该是25年以来最大的这个地震，震量是在花莲，然后是7.2级的地震。台北这边感受到的应该是5级弱的这个强度，必须说我当时真的被吓到了。我来台湾之后，就是可能经历过的每次都感觉可能是2、3级，不会特别剧烈，然后也不会到有害怕的感
感觉。然后今天的这个我真的有被吓到，因为可以感觉到好像东西要掉下来，声响又蛮大的。那个时候就马上躲到桌子的下面，然后刚好是我的位置是靠墙的，所以就是在那个墙角那边，地震一停了之后，我们马上就跑下楼。然后因为旁边是中正纪念堂嘛，所以朋友就说我们可以到中正纪念堂比较空旷的地方。我们的考试呢并没有延期，只是延迟1个小时开始。就有听说有些朋友可能在搭捷运，然后搭到一半就是捷运停驶1个小时，然后捷运站应该是挤满了人，因为刚好是上班时间，它是发生在早上7点58分，刚好是大家开始通勤去上班上课的时间。有一些好像是在公车上就是被赶下来，幸好我今天早上提早出门呢，就完全免去了这个烦恼。到我们考前那个余震都还可以感受到，然后考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不时有小小的余震这样。好，那讲完了，我们回到免疫学的部分，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学期读免疫的一些心得吧。这学期基本上是每周3和每周4的早上8点到12点，就是上 immunology， 有时候是4节 lecture， 然后有时候是2节 lecture， 然后2节lab 的话比较多是 microbiology 的部分。但我们也做了一个 phagocytosis assay， 同学真的有抽血，然后用细菌去感染它，然后看里面的免疫细胞会怎么样反应，还蛮有趣的。总共上了21堂课，它涵盖的范围就从 introduction 到 innate immune system 先天免疫系统，像我们身体的地道防线，一些 physical barriers， 或是一些大家可能听过的 immune cells， 像是会把 pathogens 吃掉的 macrophage。接下来呢就是 adaptive immune system 后天免疫系统，就是比较 specific 的 response。最大的2个 key players 基本上就是 B cells 和 T cells。一开始的 development 到功能是怎么样的，像大家可能听过的 killer T cells 杀手细胞会杀掉一些 virus infected cells。然后讲完了这些比较 fundamentals 的东西之后呢，就会来做一个类似整合。一般情况下，这些不同的 immune players 它是怎么互动，然后再延伸，当我们的 immune system 没有正常的工作的时候，会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像大家可能常常听到的过敏 allergy、autoimmunity 自体免疫，然后还有一些 clinical applications， 像从 COVID 开始大家都很关注的 vaccines。那免疫系统里面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种类的 immune cells， 然后不同的 immune cells 它会 secrete 不同的 cytokines， 在不同的情境下面它会发挥的这个角色都不太一样。这些 players 他们很多时候会互相影响，所以我觉得融会贯通，然后能够有一个 big picture， 然后同时知道每个不同的细节是怎么 fit in 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吧。其实 immunology 感觉还是一个蛮高深的学问，还有很多 unanswered questions， 所以目前有非常多的 ongoing research， 有了一些基础的认识吧，然后可以就是打开一扇门，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往后可以自己再多找东西来看，包括像 immunology 其实和 cancer 是高度相关的，本身对于 cancer research 这一块目前还是挺感兴趣的，然后也有介绍一些关于就是 immunotherapy 免疫治疗方面的进展，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学到蛮多东西，然后也是蛮有兴致的。那至于参考书目的话，我觉得对自己帮助蛮大的一个是之前在寒假的时候有看一本叫做 How the Immune System Works by Lawrence Somperak， 它是一本很薄的书，基本上就涵盖了像我前面提到的从一开始的 innate 到后面的这些 applications， 它都有提到，它是用比较浅显直白易懂的方式，有点像在说故事的方法嘛，然后来带你认识这个 immune system。 它不会讲一些非常细节的东西，就是你用那个来考试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讲一些很 mechanisms 的部分。觉得它对我的帮助在于我在上课之前我已经基本上知道我接下来要学的东西它的一个 big picture 是怎么样。那接下来每一堂课就是把这个大概念再 consolidate， 去把老师每堂课讲的这些细节的东西把它 fit in 在里面。我觉得免疫学的话还是有一些东西要背，一些 basics， 比如说像哪些 immune cells 它有什么大概什么样的功能，或是它会 secrete 哪一些 cytokines。 但是我觉得它很大部分是可以靠一些理解，它其实和比如说在一个战争中如何去排兵布阵，它的那个逻辑其实是有可以对应和连接到的地方。
那除了这本书之外，我基本上有 refer 的教科书就是 Janeway's Immunomicrobiology， 也就是老师上课讲义里面很大部分会用的这些图都是从里面截取出来的。它的图都画得非常简明易了，然后它的figure legend 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把东西讲得蛮直截了当的，所以以上2本就是可能比较推荐大家的参考书目吧。今天的免疫学考完了，我就要去开始准备下个星期的 parasitology。我觉得 parasitology 和 immunology 完全是2个世界，但是说有些地方可以理解，然后也可以靠逻辑去连贯一下，但是我觉得很大部分还是要靠一些背诵的功夫。好，那就先和大家聊到这边，我就先去准备下周的考试啦，拜拜。